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刚好我们可以赶得及来看 Glock 被清零啊。那一开始他的战力其实是挺高的，但是现在看到这个王国1875他们在开着集结打他的城市，而且是给了他一个奴隶的称号哦。他这个城市应该是有放住房啊，看到他是使用菠萝头搭配李舜臣，但是有没有换上装备我就不清楚。而且对方是开了2个集结去打他，使用阿提拉武田，然后另外一个集结的话，他是使用阿提拉也是搭配武田。那这边画面就给你们自己慢慢看哦，把那个声音开大一点点吧。而且他是清零了蛮长一段时间了，因为我的观众发这个截图给我的时候，其实是在1点12分，然后现在我录制画面的时候已经是2点了。这边看到他的那个白字跳出来挺亏的，他应该是完全没有在线嘛。可是他们清零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吗？而且是没有开囚笼诶。我只能说1875这个王国是真的挺狠啊。哦，闪了。他这个是打爆他的城市解散了，然后旁边一直有玩家在补部队进去，他现在剩下1.2亿战力。OK， 那么在他们组织下一波集结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自己的数据吧。原本他的战力有3.4亿的，那他这个战力其实下降的也是挺多一下的。现在他们还在等，为什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他可以不要上线了呢？这么奇怪。来了，另外一个集结又到了。这个是他们的国王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玩家，也是车头来的。他们又开了阿提拉的集结去打他的城市，他依旧还是没有上线呢。集结已经解散了，他现在的战力差不多要下降到1亿以下了。看来他们是真的想要把他这个城市给清掉。不过他这个战力如果再往下掉大概7000万左右的话，我相信其他玩家会直接去围着他的城市吧，因为他们要一直开集结的话，其实也是蛮花时间的。后面围的话，其实报告也不会亏太多了。OK， 那么非常感谢的有观众直接提供了他的账号给我去登录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报告了，他们军团里面是有分享的。
OK， 那么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从这里开始，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原本他的兵力是有2848万的，那也符合啦，因为他的战力本来就比较高一点的嘛。那当时候打他城市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报告就有赚了。当时候他是用阿提拉搭配速不台，而不是用武田，而且他们也是有一直持续在补兵的，所以相信另外一个集结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啊。而且他们的集结其实我看了，他们释放的时间是同时间接触到那个城市的，所以相信另外一份报告应该也不会太亏啦。我不确定他们一开始是谁先碰到城市的，我们先看一下争议。那其实他是有换双装备的，但是他的一个装备应该不是他最好的装备，这里所提升的基础攻击呢并没有这么高，相反的1875他们这边的集结争议就比较好一点。然后看一下他这边的军器，那这里可以看到集结方呢他们是使用了弓形，并且是有16支的。然后我看了一下 Glock 的战斗日志呢，它是使用大方阵的。大方阵的好处就是你不管你的军器是什么属性的话，它都会把它变成全兵种生效。那这个就是他们第一次集结的报告，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报告。那他们这边其中有讲到是帮之前被他清零那个主播报仇啦。那接下来看到的时候，他的兵力就直接减半了。那中间有没有其他的报告我就不清楚啦，但是另外一个集结报告就不在这个联盟的聊天室里面分享。在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报告就更加亏了，就是直接亏了1倍。之前第一份报告还没有亏这么多。那争议方面就不看了，跟刚刚是差不多的。那接下来下面又有另外一份报告，这个报告的时候他剩下的兵力就剩下1000万而已。当然对方也是有损失啦，但是我觉得这边比较多应该是 T4 吧， T5 也是有，不过一方面也是可以让他们降低自己的战力嘛。至于这份报告就是他们另外一个集结的报告，为什么他可以同时间分享在这边呢？他两边都有加吗？可能吧可能他两边都有加入。第二份报告应该是他第一次碰到的集结，所以这边赚的那个战损比就没有这么多，差不多1比1而已。那后面这里的报告就越来越好，因为他的兵力越来越少的关系啊，再加上阿布辛这个集结应该不是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集结，所以赚到的那个击杀也会比较多一点。那接下来就是看现在他们集结到怎么样了，他应该刚刚又打完了另外一个集结了吧，我应该是错过了没有看到也有可能他们在等待，我稍微看一下，他们应该还在等待当中啦，在准备中。另外一个集结又再次抵达，依旧还是阿提拉的集结，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9000万战力了。另外一个集结还没有出来呢，这样子看才过瘾，不要开简化模式另外一个集结不知道在哪里耶，难道他们打算用一个集结了吗？还是另外一个集结还在等待当中？因为那个开集结的玩家其实就在这边附近而已，我记得。或许他们觉得一个集结已经够了吧，不需要再开2个集结了。因为如果他们开2个集结的话，其他玩家又要退出军团了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差不多要去围这个城市了，等那个集结打完之后，有一些玩家已经在等待了，在旁边哦，已经开始围了。哎呦，这个玩家这么心急呀！而且他战力都还没有掉到8000万以下哎，我看他是持续打，还是说他打一下就停了，等集结闪了之后就停了？哦，没有。而其他玩家原本是想要围上来的，这个玩家他又撤退了，他又怂了，但还是没有清零，依旧还是有8000万战力。他们应该还是要再开多一个集结，把他城市打到剩下差不多7000万左右的时候，他们再直接把他的城市给围死。他们也是有在失落之地那边分享报告啊，你们可以看到他剩下200万的部队而已了。哇哦，你们可以想象到吗？从这么多部队变成这么少的部队，太恐怖了。这个应该是我刚刚错过的报告吧？还是刚刚我有分享过？因为他们这边分享的报告并不是很完整啊，有些是有跳过，有些我分享过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没有结束，他们应该还会继续打的，我们再等着。然后这个是刚刚去打他城市的玩家，哇，报告居然不亏耶，还挺赚呢。而且对方的城市其实剩下很少兵而已，不过当时候比较少兵啦，就是他快要被集结打爆的时候比较少兵一点。那这边还要再看他们继续集结来了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集结了，阿布辛交给你了现在还有8000万，
这个集结打完之后，应该就7000万左右了。你看，他们已经在旁边准备了。哦，来了，他们已经开始围这个城市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的战力，对，剩下7500万了。哇，太壮观了，这个画面。继续围了，他们直接把他给围死了。这个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了。然后被清零的那个主播在旁边看着他。这个是他的农场账号，他已经报仇雪恨了，把他给清零了。那他们现在已经打了一段时间，他的战力剩下6900万了。6800万，差不多要变成0了。6700万，为什么这个玩家没有加入联盟啊？6600万，还是在持续的往下降哦。等一下我看有没有其他玩家分享他们围殴的那个报告。为什么这个真德也在打？这个不是农场账号来的吗？他是打算在他城市这边搬资源吗？那他这个城市的资源应该也挺多的吧？我觉得可以侦查，可是这个城市好像在采集还是什么，不方便侦查。6500万，他现在这个血量越下降，越来越快哦。快没了，他的城市。6400万也好像是极限了，他应该有一些部队在外面吧？因为现在他们打这个城市都是一瞬间就没了。6300没了，他应该是有一些部队在外面的。他最终战力就停留在6300万了，但是也是很壮观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OK， 圆满结束，回家喽，终于把他给清零了。这样如果是 KVK 结束之后有返还兵力的话，其实他战力还是挺高的。但是其实他们清零 Glock 有一个好处啦，就是他们这边的阵亡会计算在内嘛。应该会把他们那个打 Glock 的阵亡也是计算在内，不管是 Glock 他自己本身还是他们这些玩家都会计算在内，也算是好事情来的。不过我记得在同阵营的玩家是不能搬运阵营的，所以他们就算把他给清零了，也没有办法去抢他的资源，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啦。因为他这个城市呢，我相信他的资源应该也不少的。那这个应该是他们最后一份报告啊，这边赚的那个倍率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。这里是赚了几倍，差不多赚了6倍的击杀，哇哦！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些报应啊。因为之前他在960呢也是有清零了一些玩家的小号，然后之前他在3308那边又搞一些事情啊，又跟人家吵架之类的，去骂人家。到了1875这边他又暴走去清零了一些玩家的小号，就是这个主播还有一些其他的玩家，所以这个也算是因果报应了。然后这边就打了一个标记，狗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完成了，不可以去抢夺那个资源。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这位观众提供账号给我啦，给我看到一些战斗报告啊，还有他们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还有偷偷看一些标记之类的。
只是我比较可惜，不是从头看到尾啊！哇，如果从4亿开始看起的话，我甚至可以直接开个直播。我在他剩下差不多1亿左右战力的时候才来看呢。我剩下那个时间其实能够录到的画面也没有多长啊，所以今天我就做成一个影片发布给你们看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